好，我们开始新一期的直播。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Anthropic 的老板啊，他发了一篇跟 DeepSeek 相关的文章，万字长文。我今天呢也稍微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去把这个文章看了一下。呃，怎么说呢，让我很震惊啊！这个文章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说非常震惊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我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还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老板，原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挺理想主义的一个人，结果今天看到说，哦，原来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应该怎么讲呢？冷战思维啊，就是他的冷战思维还是非常重的。这个真的是原来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文章上都讲了些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在去读这篇文章，然后又因为我想应该怎么讲？因为现在在放假吧，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一篇文章的这个解读呢，又都比较粗浅啊，所以呢，我就只能自己去，把这个文章好好的看了一下。对，这个文章的开始呢，其实是先讲了一下什么是 scaling low，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要花钱，花更多的钱就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呢，他举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啊，就人家水平还是在这儿的，就是花10万美金啊，可以得到一个解决20%问题的一个结果，然后花100万美金可以解决40%问题，花1000万美金可以解决60%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你花的钱数是成10倍增长的，但是你解决的问题呢是20%、40%、60%是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想要解决更多的问题，你花钱的这个速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曲线，就是随着你花的钱越来越多，然后你解决问题的这个提升越来越少。其实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首先介绍了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他介绍了一个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尝试降低成本啊，不光是中国人在尝试降低成本，美国人也在尝试降低成本，而且这个效率呢，基本上是，每过多长时间降低多少啊，这个是大家一起都在做的事情啊，这个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啊，所有的成本都在降低。美国，你像 OpenAI 成本也在降低，这个 Anthropic 的成本也在降低，他们推出的 Anthropic 3.5。Sonnet 这个版本啊，要比 GPT-4o 的成本还是要低出很多很多的啊。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成本降低的这个周期或者说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啊，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大的趋势基本上是并没有超出预期。然后第三个他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要转换一下赛道了啊，说这个原来呢我们都是在很努力的去训练这个大模型啊，然后不断的投入成本，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比的就是谁投的多，谁投的狠，因为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或者说，你只有投的更多的钱，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最终胜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选择开始省钱的话，那么最终胜出的就一定不是你们家的模型啊，但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是转换赛道，就是说在大家做了很多预训练模型之后，开始通过强化学习的方式去训练这种叫推理模型，也就是 GPT-o1，然后呢 DeepSeek R1就训练这样的东西。这些模型呢，在特定环境下可以进行结果评估的这种场景下呢，有特别好的结果，比如说编程啊，比如说解决特定的推理问题啊，他们的效果特别好。那么这儿呢，等于就是说又开启了一个新的scaling low，就是说原来的那个预训练模型就是 GPT 2、GPT 3、3.5、4、4o 啊，这个是预训练模型，然后到 O1、O3，对吧？然后包括像咱们的R1，这个呢就属于是开启新赛道了。那在这个新赛道上呢，大家依然要去努力的去做这个scaling low，要去堆钱，而且他说了啊，说这个新的赛道在 scaling low 的一个最早期的阶段，就是越早期的阶段呢，就是你投钱进去，效果越好，对吧？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越到后期的一个状态呢，它的这个
就是你投很多的钱进去，可能只能上升那么一点点，对吧？所以现在正是大家要去投的时候。然后呢，讲到了 DeepSeek 模型，就首先上来啊，想了概念3个。然后 DeepSeek 模型呢，它首先说 DeepSeek 的这个团队是很厉害的，对吧？这个他是承认了，也在这个做 DeepSeek 模型的时候啊，做了很多的创新啊，这个他也是承认的。而且呢，他讲的说 DeepSeek 真正创新的东西其实是那个 V3，就是 V3要比后边那个 R1的价值要大得多。但是呢，他说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值得大惊小怪。说就算是他们比如说号称花了几百万美金就去训练了一个模型，但是呢，这个数字肯定是有水分的，甭管他们是不是有5万块 GPU， 就算是比如说只有1万块 GPU， 它整个训练的成本也是不可能只有这一点点钱，这个应该是一次训练的成本，对吧？那么其他的成本算进去以后，应该也在一个几千万美金的上下。而且他讲到什么呢？就是他们的Cloud 3.5 Sonnet 的这个训练成本大概也就是几千万美金，而且呢 Cloud 3.5 Sonnet 要比这个什么呢？要比这个 DeepSeek V3 要早大概8到10个月，而且现在呢 DeepSeek V3 在很多的领域里头依然是无法超越那个 Cloud 3.5 的啊。他说这样的话就说明啊，我们依然要比它先进啊，这个10个月左右啊，就是美国人依然比咱们中国人先进10个月左右。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 DeepSeek V3 最大的贡献就是降低成本嘛。但是呢，降低成本这个曲线呢，可能是在正常的成本降低曲线上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超出预期。就是你按道理说，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应该降到一个什么位置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全超出大家的这个波动范围内啊，应该还是在这个范围内继续去波动这个是他去对 DeepSeek 做的一个评价，对吧？说这个东西有创新至于后边的 R1 呢，他说为什么 R1 会突然引起轰动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通过强化训练所实现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推理模型现在属于是在Scaling Low 的早期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大家投入产出的那个效果就特别明显，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震惊世人但是对于他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前面那个 V3。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团队肯定是非常聪明的，然后他也看了这个团队的专访，也看了他们的这些信息，对吧？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然后呢，他相信美国人呢应该也在很努力的去降低成本，也在很努力的去进行各种尝试，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这一次在降低成本这件事情上跑到最前面的是一家中国公司。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对吧？也就是讲到这里了。然后这个他说未来呢，大家依然会去在降低成本的这条路上往前走而且美国公司呢也不会去单纯的抄袭 DeepSeek他们也会自己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测试，对吧？这个是他到这儿讲到的所有内容。然后再往后呢说。虽然 DeepSeek 把价格降下来了或者说把一些训练成本和这个一些其他的这种成本这个推理成本算降下来了，但是呢，他说美国人依然会去选择用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然后投入最高的这个资金、最大的成本，然后去进行训练他说我们不会去想办法训练500万美金的这个模型，对吧？那如果使用了这些方法以后，原来我们比如说用5亿美金训练的模型，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那么我现在如果用上这些方法，我继续用5亿美金去训练的话，那我达到的效果就一定会变得更好它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且在 Scaling Low 的这个基础上，大家进行竞争的话，没有人在这个时候会想到说我要去省多少钱，而是我应该怎么把这个所有省钱的方法都用上去。然后再把所有的家底儿都堆进去，然后去看看能够走到最远的点到什么地方这是到这儿呢都是我还比较认同的点吧。再往后呢，他讲到的是什么？再往后他讲到的是说，他说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是美国去限制了中国的芯片才造成的这样的创新，因为有很多人在讲说，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了芯片出口的管制，所以中国人就去研发这个特别省钱的模型，说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对吧？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限制还不够彻底，对吧？原来呢是早期是 A100是可以去买的，然后呢 A800、H800，然后也可以去进行购买。现在呢，还有人去讲说DeepSeek 手里面是有这个 A20也是被阉割过的这个版本或者 H20，或者是还有说他手里有5万块 H100，所以呢，他们说这个事情并没有办法去证实就这个只是传闻，但是呢，他说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这个 DeepSeek 手里面有一个集群，这个集群呢是有5万块 GPU， 这5万块 GPU 里头有 A100， 有 H20、A20、A800，然后甚至有一部分 H100说这个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管制不够严格这个还是有问题。虽然英伟达说了DeepSeek 的所有的成果都是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但是呢，他们依然怀疑DeepSeek 手里面是有 H100的这个就是他现在得出的一个想要去继续管制 DeepSeek 的一个或者继续让美国对中国进行更严格的芯片管制的一个初级理由吧。然后呢，他最后对未来展开了设想，所以为什么我的标题是Anthropic 的 CEO 是一个新时代的冷战男孩呢？或者新时代冷战的一个号手，对吧？他最后讲到的是什么？他说最终是技术会发展，社会会进步，那么谁最后会取得胜利呢？要看谁手里边有几百万枚芯片，对吧？现在大家手里边的芯片大概也就是几十万枚，有超过100万枚的，现在应该还没有哪个公司的说我手里芯片已经超过100万了就算是世界上买 H100最多的人微软大概也就是50-60万的一个水平。然后今年这个美塔号称要到130万，但是即使是130万的话，应该也不是这个最新的芯片也是把所有的芯片放在一起，比如说以 H100为这个算力基准，最后可以达到130万块 H100的算力。它最后呢，有可能就是一些低端的那个芯片会多一些，对吧？然后最高的，比如说 GB200或者 GB300这样的芯片会少一些，但是最后算力的时候都按 H100来算，就跟咱们说爆炸物有多少 TNT 是一样的。他说未来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是一个单极社会，就只有美国一极。那么这个就是如果美国手里边有几百万颗芯片，而中国没有它这个里头没有再提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那么未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也有几百万枚芯片，美国也有几百万枚芯片，那么未来可能就是一个2极社会，对吧？这个就是中国也会往前走这一大步，而且双方会进行竞争。而且呢，他最后还讲到说，如果中国拿到了这些芯片的话，那么中国会更多的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军事或者其他的一些他认为不是很好的这种领域里头去，所以呢，呼吁进行更加严格的芯片控制。前面的部分就是对于当前状态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什么是 scaling low什么是这个成本持续降低什么是这个强化学习与这个推理模型这个前面的3个叫做概念解释呢，我是比较认同的然后他对于 DeepSeek 的这个解释呢，我其实也比较认同就是说是一群很聪明的人，然后呢，在降低成本上这一件事情上呢，做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依然没有超出这个成本持续降低这个曲线范围内，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呢，他最终得到的结论呢，是我完全不可认可的这个就像美国去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然后战争发动完了，然后伊拉克也灭了，最后进去找了半天，啥也没找着啊，最后说，我承认啊，我没有找到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吧？这个何其相似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对吧？他也是说啊，中国如果上来了以后，就会两极世界，而且中国会更多的把这个东西用在军事上。这个其实是非常幼稚的一种思考方式啊，或者说真的是，这个冷战时期的这种思考方式。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重新这样去思考问题的话，本身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去讲地缘政治啊，去讲说美国啊如何先进，中国如何去努力的追赶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头并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啊。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里头还有欧盟啊，没他们什么事儿。更没有什么澳大利亚、什么中东这些王爷们什么事情啊，这个里头还有什么人？还有大量的这些开源的人，还有大量的商人，比如说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对吧？他为什么会出来说，DeepSeek 的所有训练都符合出口禁令啊，都符合这个进出口管制？因为他要做生意。他在做生意的这个过程中，你不要想他是一个美国公司，是一个台湾公司，是一个中国公司。黄仁勋长了一张亚洲脸，他能不能讲中文，还是只能讲英文？他是出生在台湾的，还是什么样的？这个都不重要。就算他是一个白人，是一个这个就是纯正的这种，比如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然后呢，他去要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的。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为这个股东挣到更多的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运作情况下，你去进行任何的这种芯片限制，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其实，因为芯片这种东西呢，它并不像是比如二战的时候的什么铝或者是各种的什么钢材石油煤不像是这种东西。这种芯片它放在那里是不会起作用的，你还是要在上面跑程序。那么你就算是把这些芯片都限制在美国了，那中国人不会在美国买了芯片，然后在美国去训练模型吗？会的呀。而且在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人说，我就是想做生意，谁愿意买我的芯片，我都愿意卖给他，对吧？这个里面有英伟达，有 AMD，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芯片设计史这些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然后还有一大堆的需要进行市场竞争的这些芯片代工厂，三星，然后这个叫 Global Foundry 这个是原来 AMD 拆出来这帮人，然后英特尔的代工厂，再加上英伟达，可能还会有未来其他的一些代工厂会要在这个竞争里边去生存下去。那么在这样的态势下，其实你是封不住任何人的，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这样的这个状态下，你去鼓励封锁这个事儿本身是一个，不可能达到任何结果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你也不要觉得中国就是一个完整的，上面有一个人发命令，然后下面就这个完整的一起去动起来的一个机器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每一个中国人自己有大脑，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也想去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也会去努力的做生意，我们也会去赚钱，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封锁谁呢？对吧？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事情。我们做出来的大模型，我们为什么就要去做军事？除非说，他们愿意，政府说军队愿意给钱那没毛病，咱们去挣这笔钱，对吧？你说美国这些公司。你比如说 OpenAI， 如果国防部给钱，他挣不挣？他挣对吧？他也没说我就不挣这笔钱。那么全世界范围内，比如说是美国国防部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政府机构给到 OpenAI 的钱多，还是中国的政府机构给到 DeepSeek 的钱多？那么他凭什么说中国人做出了大模型就会更多的用于军事呢？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他的脑子还是稍微的有点太守旧了这个事情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所以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公司，然后他们会在全世界寻求投资，他们会在全世界去购买芯片，去部署机房，去训练这些大模型，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中国人一旦发现目标是确定的时候，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冲上去，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考虑说我是不是省一点钱或者什么样的啊，因为中国人是最懂得适者生存这件道理的。我们现在就本身都是这个幸存者的后代啊，这个没有幸存下来的人也不可能有后代，所以在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刚吃饱肚子没几年的时候，当告诉你说，哎，只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你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你的儿子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那么我们就会去努力，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身上最后一分钱都砸干净啊，扔进去。那么在 scaling low 这样的一种就是一方面要去讲技术，要去讲创新，要去讲这种科学的一个领域。另外一方面，其实 scaling low 是讲这种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吧？是不科学的。而且 scaling low 里面很大量的东西不是科学，是工程实施。那么所有这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事情，以及工程实施方面的事情的话，中国人啊，或者说我们所受到的这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这样的一种，民族精神吧，或者说是一个教育体系吧，我觉得比他们强啊，没什么毛病。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想限制说，哎，我通过限制这个事情就可以形成单极社会了，而且这个单极世界有可能还能持续几十年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扯淡。这个里头有没有谁是单极？有啊，谁是？就是商人，对吧？想挣钱的人，这才是一级。美国从来就不是这一级，只是美国在有一段时间，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开放啊，他们对商人的条件比较好啊，那么很多的商人愿意到美国去，所以呢，美国觉得我可以代表你了。谁也代表不了商人，谁也代表不了钱啊！这个，而真正能够推动大模型前进的，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而是钱，对吧？是商业利益，只有商业利益才是唯一的那一个级。在这个里边，中国跟美国其实都是很可笑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想去说，我们是不是通过进一步的加强，或者进一步的对中国进行这种芯片限制？就可以遏制中国的这种大模型发展，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要注意啊，就是美国之所以现在能够代表利益去说话，是因为它开放。一旦美国说我不想开放了，对吧？那边有钱我挣不到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不能再去继续代表商人利益了啊，这个才是他们最危险的地方。对，这个是今天我去读这篇文章的一个感受吧，就是现在也是在石家庄，明天又要回北京了啊。这个，没什么事情，就是看看文章，然后跟大家聊聊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下的话，反正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想去讲的。你好。回娘家无聊了吧？其实还好，因为这个今年春节真的是 DeepSeek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怎么说呢？还是给了我们很多话题啊。只要有话题就不会无聊，对吧？如果说没有任何话题，就会觉得很无聊。这个例子有缺陷，前提是工具不变的情况下是对的。如果工具变化了，效率会提升的。他那个例子有问题。他现在也在讲，就是说工具在不断的改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对，边际效应递减，这个就是在做 scaling low 的时候，是一边是边际效应递减，然后另外一边是我们不断的在改进工具的所有细节，然后让成本继续下降。祖国强大，哎呀，这个也没有说多强大的事情了，可以闲聊啊，天天准备东西太累了，过年休息休息吧。对，我是这样的啊，因为前面周三、周四都是播到2个小时了，周二的话，周二好像也是做的直播啊，这个就是反正我们都是过年期间就跟大家聊天呗，连播3天啊，这个是。
这个后面可能要，其实我每天都说以后要休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话痨一下啊。希望 GPT 的价格能便宜点，应该会的啊，就是 GPT 也会不断的去调整价格下来。这个其实很像什么呢？我记得我原来跟索尼的一个哥们儿聊过，他当时跟我讲说，这个你知道吗？索尼生产一支相机的时候，啊，刚生产的时候呢是很贵的，然后不断的往后生产的这个相机就会越来越便宜。然后我说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生产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问题啊，你会改进啊，然后你在改进的过程中，很多的配件就会调整啊，调整到更便宜的配件，更这个价值就是这个性价比更高的配件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是不是我应该买第一批的索尼相机，对吧？越往后的相机这个配件越便宜嘛，是不是质量越差？他说这你就说错了，你要买最新的相机。虽然到那个时候相机的配件便宜了，整个相机的成本也低了，但是呢，我们也把大量的问题解决了。那个时候的相机会更加稳定、可靠，功能更多，对吧？我说，这个才是科技发展的力量。DeepSeek 好有钱啊，这个做量化的公司还是比较有钱的啊。不这么说就没有办法对投资人交代。其实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大家都在尝试向投资人交代。Anthropic 的这个老哥啊，他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今天还查了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山姆奥特曼是犹太人，伊利尔是犹太人，对吧？就是他们 OpenAI 里头大概大量的犹太人。这个但是 Anthropic 这个兄妹两个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呢这个就是这一次 DeepSeek 出事呢，最大冲击的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个公司，因为他们是闭源上的两个急先锋，对吧？但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呢？他并不需要真的向投资人交代什么事情，他现在唯一需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呃 scaling low 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使劲的砸钱啊！他现在在喊这件事，对吧？你们继续砸钱，我就可以继续在前头领跑。哎，这个事情是他们真正要去强调的。其他的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钱已经花掉了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把钱摊在兜里了，因为像他们这种公司账目还是相对比较公开透明，而且是可以经受审核的。啊，就是他们应该每年都会去进行严格审计啊，不会担心说他把钱揣兜里了。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今天好像也发了文章出来，或者发了 Twitter 出来说，这个 DeepSeek 是创新啊，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令人震惊，对吧？这个，我相信 OpenAI 手里边的这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应该还很多啊，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放出来而已。TNT 啊，是。刚遥领先，又要卡脖子。其实卡脖子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啊。CUDA 说说呗啊，CUDA 的这个事情呢，我今天还稍微查了一下，其实我昨天讲的不对啊，我昨天也讲了一下 CUDA 的事情。为什么不对呢？就是我昨天说，有可能是在推理上没有用到 CUDA，其实呢不是这样，就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没用，但是呢，它使用的还是英伟达的一些底层驱动。然后使用底层的一些中低级语言去直接调用这些驱动，直接去调配这个英伟达显卡里边的算力核心以及存储单元啊，然后以实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训练效果啊，这个是他们确实做到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意义并没有那么大。大家觉得，比如说我在英伟达的显卡上使用 CUDA 和使用它的底层驱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两天在石家庄吃饭的故事吧。在过年期间啊，就春节期间，你要在石家庄这样的一个城市去餐厅订餐，那么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现在有套餐，那你说我不想吃套餐行不行？他说可以，但是你只能在套餐里头点。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过年期间呢，这个各种的食材的运输以及准备，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因为都是有加班工资的嘛，就都没有那么顺畅和这个充足，所以呢，他们都会说，哎，我们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菜单上应该有100道菜，但是呢，在这个套餐的在过年的时候，只有这个，比如说其中的40道菜啊，大家都在这40道菜里头点，我就给大家做。
那么这个 CUDA 呢，其实就相当于英伟达显卡的套餐啊。你说我现在要套餐 A 加套餐 B，然后中间把那2个菜换一下，啊，这就是 CUDA 干的事情。然后，现在 DeepSeek 干的活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要吃你的套餐啊，我要到你的后厨去看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要自己拿着你的锅碗瓢勺，我自己炒一下。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推广价值的啊，就是他，做了相应的尝试，然后证明呢他们有这种工程技术能力，算是一种炫技吧。然后这个炫完了以后呢，至于说其他人是不是可以使用这种方式，重新在英伟达的显卡上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意义真的没有那么大，还不如继续用 CUDA 呢，因为 CUDA 这个东西，英伟达会继续维护的，对吧？那么你在继续维护下去的过程中，这个不断的升级、不断的维护，这个你就使它的不就挺好的吗？有问题你还可以问他，对吧？如果你这个有相应的工程能力，可以在里边进行调整。其实绝大部分的团队是没有这种工程能力的啊。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 Unity 啊，Unity 这个公司是专门做游戏引擎的，他们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部门呢。叫做TA 部门啊，叫技术与艺术啊 ，Technical and A 是那个 Art 什么的这个东西啊，反正 TA 部门。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 TA 部门到底干嘛使的？他说就是我替你干活的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就是游戏引擎呢，很多的公司玩不太转，或者有些公司希望在里边做一些小的调整，就是在你这个基础的版本上再进行一些调整。然后他们这个 TA 部门就上去卖这个服务，卖完了以后，他来帮你去改 bug，帮你去这个进行特定版本的包装啊。这个是不是以后这个叫做谁？英伟达也应该整一个 TA 部门，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就是 DeepSeek 这次搞这个跨过 CUDA 的这个事情搞定，对吧？就是你们以后对哪儿不满意，我可以帮你稍微调一调，稍微改一改，对吧？其实也就可以了。但是你说 TA 部门为什么还有个 A 呢？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技术？对，因为还有一些人是说我画的不行啊，你能不能帮我画一部分？这个他们也管，所以他们那个部门叫 TA 啊，就很多游戏公司会去买 Unity 的这个叫 TA 服务。那么咱们说回来，这个所谓的绕过 CUDA 的事情，刚才我其实反复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他们虽然绕过了 CUDA，但是使用的还是英伟达的驱动。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去工作，你真给他换一个什么升腾910，你让他再试试，未必好使啊。就算他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他所付出的这种工程成本也是很不划算的，而且是无法复制的啊。这就是这次绕过 CUDA 的这个解释。冲这个我就退订了 Anthropic，不自己多努力，光想着给别人使绊子啊，这个。我觉得呢，作为商人来说，他给自己的产品吹吹牛逼，然后说我怎么比人厉害，这个事儿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就是他讲到的里边，我最讨厌的2个观点，就是对于1级社会和2级社会的这种描述，说如果中国得到了芯片，世界就会变成2级世界。而且还有一个更让我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他说中国人开发了大模型以后会更多的用于军事。其实美国人在军事上的各种的投资、各种的成本开销，可能比中国绝对是大好多好多的啊。聊点春晚，春晚我真没看，一眼都没看，我咋跟你聊啊？有芯片肯定全方位的使用，用在军事也正常啊。是啊，这个事情就是如此的。Mistral 震撼发布 Mistral Small 3开源模型，本地部署加完全评测240亿，那就是24B 参数吊打其他开源模型，从翻译、数学、编程多个场景，揭秘小参数大智慧的 AI 奇迹。支持Ru Code 啊，应该是 Ru Clean 吧，它是应该是那个产品，对吧？它是 ROO 有一个叫 CLINE 的一个client 啊，就有一个那样的插件。这个我还没试，反正这几天大家也在疯狂的出呗，我觉得这就是好事儿。
我之所以讲到说有一个核心的力量是商人，对吧？你要看到，比如说微软，就直接在微软云里边部署了 DeepSeek，对吧？大家想用 DeepSeek V3，想用 DeepSeek R1，请到微软云来用，对吧？然后这个 NVIDIA 就直接在英伟达自己的机房里部署了，说你们想用你就上我这来用来，对吧 ？Together 也好，还有像 OpenRouter 这样的公司也好，它就会去部署。那么既然微软已经部署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在猜测说，一旦证明了 DeepSeek 是数据违规了，那么会不会比如说禁止它？然后呢，这个在美国禁止它使用、禁止它部署、禁止它服务？那么既然微软自己已经部署了，那么作为微软儿子的 OpenAI 就应该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继续用就好了，反正我是免费开源，对吧？大家谁都可以去部署，谁都可以照这个路子往前走，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对吧？这个大家就会往前继续使用 DeepSeek。你说下大天来，我也要用，对吧？微软现在体现的就是商人的本质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部署 DeepSeek 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说我是美国公司，我不应该去部署中国模型，我应该有骨气。他没想这事儿，对吧？我就嘁哩喀嚓给你布上了，牛，赚钱嘛不寒碜。对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全世界也是这样啊。Mistral 是法国的，对，是这样的。这个他不这样讲，他预见自己的公司融不到钱会完蛋。没有啊，他刚融的钱啊，刚拿了20亿美金到手里头，对吧？而且他在前面讲到有一点是什么？他说，如果啊这个 DeepSeek 手里真的有5万块 H100的话，那么5万块 H100值10亿美金，所以 DeepSeek 手里面拥有的资源并不比美国的这些大厂少，对吧？他手里头，他当然融的钱是比较多了。应该已经融到了可能大几十亿美金了吧？是，其实，在整个的 AI 领域里頭，融到钱最多的一定是这个 OpenAI 啊，几百亿美金到手，然后呢是这个XAI 啊，应该也是几十亿美金吧，然后第3名就是 Anthropic 啊，就是前3名融资的就是他们3个。但是呢，如果 OpenAI 已经手里头花了10亿美金去部署这个不是 OpenAI， 就是 DeepSeek 已经花了10亿美金去部署这个叫什么呢？部署这个系统的话，那么他觉得你也花了这么多钱，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法国有核电站啊，可以发展大模型。呃，法国关键是要有应用啊，就是大模型的这种东西的发展，核心是要有应用。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中美两国之外的任何地方有可能去发展出大模型来，即使是法国，虽然它现在 Mistral 也在整个的圈子里边去顾求来顾求去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应用啊，这个事儿它就发展不起来，它要有应用场景。当对面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哎，这个是啊，这个是萨达姆已经被他是绞死的还是枪毙的，我忘了，反正已经死掉了，对吧？说他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没有。请注意，冷战是伟大的战略胜利，这个其实未必，其实未必。这个他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苏联可能也会解体。对吧？它的这种政府的组织方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长时间的坚持下去。你说冷战现在都在讲说冷战是不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我不确定啊，有可能。但是呢，因为并没有说没有冷战的时候会怎么样，这个事情其实不知道，所以我并不认为冷战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人就不会用在军事领域吗？用，这个肯定用的很多，而且比谁用的都多。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我是在保护自由世界啊，这个其他人都是坏人，对吧？
Mistral 震撼发布啊，这个刚才发过了。来了点赞啊，欢迎点赞。资本逐利，是的。其实我们看到的近现代的这个工业革命也好，或者是再往后的什么一战、二战，或者是在后来的冷战，以及现在的这种中美冲突，资本都是独立的啊。这个里呢，他会选择自己的代言人，会选择我要尽量的待在什么地方。但是呢，资本就是资本，美国代表不了资本，中国也代表不了。嗯哼，这哥们儿好像还在百度干了一年，对，他好像是在百度干了一年。这个，哎，百度应该啥也不知道。上百万块耗电吓人，哎，耗电的事情我觉得会解决的啊，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只是现在还没有这么多电，以后发呗，对吧？到底是烧油、烧煤、烧天然气，这个太阳能，这个风力，咱们核能，咱们就一起上呗。现在川的统领上来了以后，说我们要开始，开采石油啊，页岩油、天然气，我们要发电，对吧？这个没问题。嗯。对，他这个 Mistral 是梅塔的，这个人应该有一个是在梅塔干过，有一个应该是谷歌的，反正他几个合伙人也都是美国大厂的。后来呢，跑到法国去成立了 Mistral AI，然后他们拿了微软的钱、英伟达的钱，然后还拿了一些大的这种基金的钱。但是这种公司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以前是跟法国公司打过交道的，因为以前收购过一个法国项目。也到法国去做过尽调。对于法国企业来说呢，只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成就，可能就想躺平了。他们更喜欢的事情是享受生活，啊，他们其实不太适合这么卷。然后有一些法国人也是挺卷的，然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他们的选择是回美国卷去，啊，就是继续去美国卷。像刚才 Mistral 这几个人原来也是在美国嘛，他们发现法国人不卷了以后，他们就会搬到美国去。然后最后上市可能也会到美国去上市，对吧？这个就是类似这种公司的这个未来，要么在法国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啊，要么就下定决心去美国啊。像原来我们收购的那个法国公司，他在美国也是有办公室，他的 CEO 常年是待在美国的。DeepSeek 沉重器，管它外面，这个 DeepSeek 的问题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其实我并没有看到特别多 DeepSeek 自己内部的各种表态，我觉得可能他们的人也没有那么擅长表态吧，毕竟做量化的人其实还是更喜欢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啊，这个是他们可能更喜欢的事情。我希望他们继续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啊，愿意把他们的成果继续开源，继续发表英文论文，继续去跟美国、跟全世界的这些同仁去进行沟通和交流，对吧？这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事情。在未来，不是中国战胜美国，或者美国战胜中国，而是资本和开源的这些人，其实开源也算是一种资本。他们会去选择一个更开放的地方来代表他们，对吧？来成为他们的代表。那么在这个里头，中国是不是会比美国更开放呢？这个我觉得有难度啊，这个不能说完全扯淡啊，这个但是肯定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是很难的。但是美国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开放，至少是前面玩 LGBTQ 玩这个政治正确那一段时间。其实他在好多方面的这种言论限制，或者是这种意识形态限制，未必比咱们差多远，对吧？只是现在董王上来了以后，有点拨乱反正的感觉，对吧？大家回归常识。那么未来谁是一个更开放的对资本、对这种先进的软件研发协作方式，开源就是我现在认为最先进的软件研发协作方式，对这两种东西最友好。最开放的地方，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被开源软件圈会被资本选为代理人啊，继续去前进。
而不是靠着说我封闭起来吧，然后你们不许走啊，这个事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美国人先把毒品禁了啊，这个毒品他们就别想了，感觉快等到 AI 可以自己优化自己的时候了，3到5年，也许用不了那么远啊。在中国，商业利益不是最重要的，这件事儿呢，你要看问谁，对吧？比如说你去问这公司的人，那肯定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啊，或者说你去问这个一些国营企业，他可能说，哎，我现在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但是他的考核指标里也有大量的东西是商业利益，啊，其他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非商业的东西掺在里头？有啊，在中国在这块呢，可能要比美国要严重，就是有更多的非商业的东西掺杂在商业的这个社会里边去。这块呢，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可能需要继续去开放、继续去调整的地方啊，这个事儿是要有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公司的老板来说，哪怕他上台去表决心，我们要共同富裕啊，我要有社会责任啊，我要搞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问问他开股东会的时候、开董事会的时候，他讲不讲这话，对吧？那个才是真正的他。限制不住芯片，不能这么绝对吧？参考核不扩散，核武器不扩散这件事儿呢，其实要比限制芯片还是要容易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核不扩散这个东西，就是你生产特定的核原料还是非常麻烦的，而且呢，这块儿，还是可以控制到一些，比如说像伊朗啊、朝鲜啊这些国家，但是现在其实你也控制不住它，因为这个东西中国能产，俄罗斯能产，对吧？那你咋控制它？你控制不了。至于芯片这个东西，第一个设计芯片的都是华人啊，咱不说中国人，都是华人啊，甭管是苏妈还是这个黄教主都是华人。然后代工芯片的也是华人啊，台积电这帮人都是华人。使用的就是现在在大模型领域里头使用这些芯片的，大概50%以上的都是华人。谁限制谁呀？别开玩笑了，对吧？一帮这个意大利移民啊，一帮这个欧洲移民，然后想去限制华人，扯吗？不是？对，现在在石家庄，明天就跑掉了。沉重处什么意思啊？管他外面，这个还是让他们按照原来自己的路子往前走吧。是啊，石家庄污染是要比北京重很多的。美国发疯了，先是抢了 TikTok 50%的股份啊，TikTok 本身不需要抢，TikTok 本来有50%的股份就在美国人手里啊。然后，是什么人都抓，绿卡办这个抓都成了这个班定成了非法移民啊。这个非法移民，我觉得还是该抓，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个进入美国，他反正定了规矩，大家遵守不就完了吗？对吧？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像川普讲那话是对的啊，就是你在美国上了大学，我应该给你直接发绿卡。你都在美国上了大学了，我为什么不把你留下来为美国好好贡献呢？对吧？一些这个走线过来的人，我要你们干嘛使？对吧？这个其实才是可能对于未来什么 H1B 啊，或者是这个叫做高考啊或者大学啊这些，其实才是正确的面对移民的方式吧。看电影啊，这个电影前面看得我笑，后面看得我哭，但是呢，就不跟大家去这个剧透了啊。这个可能等大家都看完了以后，过个1周2周左右吧，让我稍微沉淀一下，然后我要去讲一下《哪吒2》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如果还没看的话啊，建议一家老小一起去看一下。博主觉得中国不是一人之下定于一尊吗？这涉嫌政治不正确。这个所有要求政治正确的事情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啊！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包括 LGBTQ 这种政治正确本身都是不正确的。新年好，明天 O3会上线吗？其实GPT 每天都在更新，你现在打开 GPT 的网页，
你会发现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哟。这个现在的 GPT 下面，就是打开了以后有 Thinking 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可能再过几天 GPT 就会降价，对吧？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就还是要有竞争嘛。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棒的消息是什么？就是山姆奥特曼自己去发了一条推特啊，他想说这个 GB200，然后组成的这个阵列就是叫 NVLink 72，就是72个 GB200组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已经在他的机房里运转了，对吧？这个其实对于英伟达的股票应该是有好处的。DeepSeek 估计会带起1年的大模型竞争。是的，可能还不止1年。我觉得 DeepSeek 真正做到的事情是让整个大模型竞争加速，对吧？这个是他真正做到的事情。真劳模，哎，这个不能再做劳模了，明天一定要休息。老范作为理工男的思维局限，最近溢出的厉害啊！国际政治学科里面有一项既定逻辑链条，地缘政治安全决定全球贸易架构。这个我觉得都是过时的东西啊，我不认可这些东西。以前一直鼓吹印度 IT 人才，而且印度没有限制，为何印度没有自己的 AI？印度的 IT 不知道啊，咱们不能去进行这种种族歧视吧？但是，呃，我觉得在程序员这个角度上说，还是华人是最好的啊，这点我始终坚信不疑。对吧？包括发 AI 论文的人以及 AI 论文的引用数，你按引用数去分的话，华人大概占一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印度人呢，但是最终可能 CEO 会变成印度人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原来也有印度的，也不叫印度朋友吧，他是个英国人，在我以前的公司里是我同事，中文说的巨好。他是父母从印度去的英国，然后他在英国长大的，这个小伙子可帅了，可精神了。然后老范电脑上看你人影是虚幻的感觉啊，尤其是动的时候啊，会有重影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呢，我在这头呢是大疆的 Pocket 3在跟踪我的头，然后我的头在转的时候呢，它其实这个大疆 Pocket 3上面那个镜头会转，所以甭管我转到哪个位置，然后呢，它最后始终会让我停留在中间，对，然后它就会转起来，这个挺好玩的啊，我就不动了，动了以后会头晕的，就是我也会头晕，你们也会头晕啊。感谢打赏啊，感谢打赏，你也新年快乐。他们怕投资人不乐意投那么多了吧？不会的，其实我觉得大家是要对英伟达17%的暴跌，肯定还是要站出来说一些话了啊。但是英伟达已经用脚投票了，他已经把 DeepSeek 这个模型部署到他自己的机房里去了，那大家就可以去用了。这个事情其实才是真正商人的选择，对吧？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其实我不叫股票吧，这个因为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但是呢，我应该还是通过基金持有一些的，对吧？那么我还是希望它好好涨上去的。过年太无聊了啊，这个是也没什么无聊的，有这么好玩的事情，吵架多好。DeepSeek 或 GPT 对底层百姓有啥用？比如炒菜、种菜、建楼，还是挺好玩的。你先用起来，然后再决定它有什么用。可能 DeepSeek R1的创新不是很大的创新，但是能够搅浑一滩春水啊，它一池春水，它的价值就足够大了。
其实我个人对于 O1啊，就 GPT O1、O3以及DeepSeek R1啊，或者是其他的像什么 Minimax 啊，都出了这种推理模型啊，我对于推理模型不是那么看好啊。推理模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真正如何让大模型本身变得更强大这件事情，就是预训练模型继续往前走这个事儿，可能还是更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吧。是石家庄女婿啊，对，是石家庄女婿。量化公司可以绕过 CUDA 是常事，是的，量化公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挺底层的一些小妙招出来啊。第二点，安全，美国的国会安全委员会是不会为英伟达考虑股东赚多少利润提交法律议案的啊。另外，上一届的安全顾问自己已经说了，不信任加严格审查，这就是他们的态度。那毕竟他是上一届，他没选上啊，对吧？他正因为说了这种话，所以导致整个民主党都没选上。你看，他被资本抛弃了。啊，抱有你这样的观点的这些人就会被资本抛弃掉，多棒！王上台了。我以前公司有 TA，比如调整素材、编写 shader，对，这个是这样的，就很多的这种游戏大厂都会雇 TA。范老师现在看来是不是选Perplexity 最明智？毕竟他现在也在美国部署了 DS 了。是的，Perplexity，我觉得DeepSeek 整个的发展，对于像 Perplexity、像这个 Cursor，还有 Windsurf 这些做 AI agent 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因为原来的话，他们必须要去选择 Anthropic，必须要去选择这个OpenAI。现在的话，等于真正的给了他们一种开放的选择，就像以前说，我们必须要去选择 Windows 服务器，或者是 Unix 服务器，比如说你买了 IBM 小型机，你就要装这个 IBM AIX 这种操作系统，啊，你买了惠普的小型机，你就要买这个 HPUX 的操作系统。戴尔的话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对吧？但是后来说，哎，我不再需要去买 Windows 操作系统，现在还有人部署这个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吗？像我们以前还部署 Windows NT、Windows Server 2000、Windows Server 2003，还有这样的操作系统去部署呢，对吧？然后有些人去部署这个叫做，比如说 HPUX 这样的操作系统，后来说咱们甭费劲了，通通 Linux 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就是 Linux 系统的大规模普及，这种开源操作系统、免费操作系统的大规模普及，是真正云计算这件事情爆发的一个基础。而 DeepSeek 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 AI agent 行业里边的 Linux，它会让整个的 AI agent 行业爆发，这个是意义重大的一个事情。你说它在技术上到底有多少创新啊？咱们不去具体讨论，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意义很重大。GPS 最早不就是用于精准打击的吗？是的，GPS 也是军用的啊。最牛逼的东西不是得最先在军备上练练呗？这美国向来都是如此，因为军队给的钱多啊。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军队怎么样了，或者他们多么爱国，很简单，军队给钱多呀，那我就要给军队用，还是商人趋利。DeepSeek R1发布之后，对 Anthropic 的影响应该很大吧？其实真正很大的是，就是 DeepSeek R1真正影响的是什么呢？是很多人不相信 Scaling Low 了啊，因为这个包括那个伊贝尔也去讲说 Scaling Low 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没法再继续前进了？现在呢，这个 Anthropic 的老板说不是这样的啊，这个 Scaling Low 还是要决定成败的。而且现在依然处在 Scaling Low 的早期，对吧？这个是他整个文章里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以中国官方对美国一直以来的敌意，难道美国不该警惕吗？
中国官方代表所有中国人嘛，对吧？美国官方代表所有美国人嘛。所以呢，千万不要把一个国家人格化。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选择自己要去过更美好的生活。怎么通过 AI 在基础科学上，比如物理获得启发？那你要好好学习怎么使用 O1了。先去花$200订一个这个 GPT Pro 的这个就 OpenAI Pro 的这个账户吧。其实美国媒体和民间对 DeepSeek 的反应，绝大部分是很正面的，但是呢，这种负面的在中国一定会被放大，这个也没办法。据不可靠的消息 ，DeepSeek 是用华为计算卡，这个就太不可靠了啊！现在华为的升腾910C 呢，也就是讲说，我们现在可以用 DeepSeek 在我这上面进行推理了，对吧？它也没有说 DeepSeek 就在我这上面可以去进行训练了。市场缺的就是这种高质量、低成本的模型 AI 应用的拓荒啊，需要茫茫多创新公司。对，现在就大家就可以冲了，没什么问题。而且在这个里头，OpenAI 做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现在使用各种 API 去编程吧，我们使用的 API 绝大部分的叫什么呢？叫做 OpenAI ChatGPT 兼容的 API，就是它的这个 API 的调用格式现在基本上都是使用的这个 OpenAI 的。我们也希望 OpenAI 可以更新它的 API 接口。现在我们使用的是 V1 版本啊，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都是 API 点什么这个 OpenAI.com/ V1/ 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希望它赶快出 V2、V3啊，这样的话，没准这个编程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欧洲就不要想什么 AI 了，想到什么新东西，要花几年定个法规来管一下啊。这个欧洲，所以我觉得他们努力的方向不正确。苏联模式是为战争而准备，而苏联一直是处于战争备战状态。苏联其实最后拖垮它的并不是战争备战，而是腐败，就是非常肆无忌惮的贪腐，对吧？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它的这种苏联的这种政治体制吧，因为缺乏监管，所以必然是会腐败丛生的。字节这个 tree 编译怎么样啊？我没用过它编译，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叫做解释语言，要么是 Flutter 其实稍微编译一点点嘛，或者是这个 JavaScript、TypeScript，对吧？所以很少编译，我可能还写点 Ruby on Rails，但是效果还可以啊，我用的挺开心的。GPT 用在战场角色上有出乎人类的想法吗？你多让他想几次，万一有点呢，对吧？感觉 DeepSeek 这次是把所有开源大模型的水准，全部拉高一截。其实不光是开源，它是把所有大模型都拉高了一截。所以，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讲到说，美国人不会去抄袭 DeepSeek，这个呢，就完全是闭源人的这个思路。现在已经开源了，又没有人不让你去抄，对吧？你去抄吧，抄完了以后，你只需要说我用了，我承认我用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说美国人一定不会去抄袭 DeepSeek 呢？这个就真的非常奇怪，就跟咱们去喊遥遥领先、喊这个创新自主知识产权那个一样丑恶啊，一样恶心。在美国卷好像也卷不到什么程度啊，美国还是挺卷的。你像美塔呀，像很多包括 OpenAI 都非常卷，谷歌原来也挺卷的，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是 Palantir 是美国的军工上应用，而且赚到钱了啊！这好像也是一个大模型公司。
刚准备补一下昨天的读评，发现居然正在直播春节连播3天，太勤快了。这个反正在什么呢？在这个石家庄，因为是住酒店嘛，就是我们是3个人住3个地方。我儿子住在这个老头老太太原来的房子里啊，因为是在3楼，所以老头老太太现在不住了。然后呢，老头老太太是住在1楼新租的房子里，然后我太太是跟他们住，然后我自己呢在一个全季酒店里。刚刚发现 OpenAI Chat 在昨天出现了 Sync 按钮，今天不见了。哎，我看看不见了吗？我刚才开了，我没注意。啊，好像是今天不见了。我还看呢，说哪儿去了？反正挺好的，它不停的改来改去吧，我是蛮喜欢的。喜欢老范的态度啊，既不迎合全盘否中啊，也不迎合自大夜郎。是啊，所以这样的人涨粉慢呢，这个也没办法，就自己也纠结，对吧？用户量涨不上去，所有那种上来说啊，咱们恨他，他们就是万恶的美帝，然后这个一切都是资本的错，就这些人涨粉涨得可快了，对吧？或者是这个什么啊，这个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然后所有中国的都是这个抄袭啊，就是如何说这种人涨粉涨得也可快了。然后像我这种老是在中间摇摆来摇摆去的人就比较费劲。阴谋论都出来了啊，华尔街富豪谁在社交平体 X 发文质疑 DeepSeek 是否蓄意做空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毕竟他们底子比较潮啊，他们是做量化的。DeepSeek 的梁就是英文不好，没去浙大，谁说他浙大毕业的怎么没去浙大？所以估计不太想发英文论文，他所有论文都是英文的，你这是哪儿来的谣言啊？价格是硬伤，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是的，只要便宜，大家都还是用的啊。合法的毒品就不叫毒品，从根本上解决毒品。你比如像美国可以使用大麻，可以，它有些州是大麻合法吧，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呗。不赚钱的公司都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是这样的。所有这个公司说我不赚钱，你们要给我不停的给我钱，这就是骗子啊。拿了闭源的东西，它不好不开源，除非偷偷用，反倒参考国产操作系统，反例参考国产。哎，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个逻辑有点混乱。现在在美国的华人与在中国的华人在竞争，哎，其实就都是华人在折腾来折腾去的。日本人对 DeepSeek 评价不错，日本没有自己的 LLM，日本其实也自己训练了几个，但是效果一般，因为以日本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派遣制的这个软件体系，在 LLM 上它必然会落伍。但是呢，有了 DeepSeek 以后，它也可以拿来用，这个没毛病。日本人原来是我记得我当时查过，就 NEC，然后还有东京大学几个地方，他们是拿 Llama 3去训练和微调过一些模型。但是以日本的法律条件的话，这个以日本的法律条件，就是他们不太适合组建这种公司，因为他们需要在前期大量烧钱，有一个很高的估值。那么以日本的法律条件，这些公司还没有挣钱的时候，他就要上来收税，这个也不太允许这种公司生存。哪吒看了啊，哪吒去年就5年前就看了，但是5年以后了嘛，相当好看啊。如果没看过可以建议把补一下。哪吒2不错啊，对，故事还是很有深度的。是的，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有深度。DeepSeek 给行业带来了新的语言交互思路，能把很多掉队的公司重新拉回来。是的，DeepSeek 还是很有价值啊。比较客观，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我要承认自己不够客观，这样才能更客观。上来说自己绝对客观的人，一般是很主观的。DeepSeek 非常有用啊，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
确实有用。其实我用 DeepSeek 用的不多啊，我其实用 GPT 用的多，Cloud 也用一部分。OpenAI 是不是已经把现有的网上知识都学了一遍了？现在呢也不能这么说啊，它毕竟学了可能90%的内容语料和内容都是英文。那么如果加上大量的其他语言的内容以后，会不会有变化？这个还不确定。其实我挺认同佛跳墙的比喻，可能一个人做鸡鸭鱼都一般般，但是有了佛跳墙混在一起吃起来，怎么也不赖。这个其实我刚才混起来好吃挺难的。大年初三大吉啊，大吉大吉啊，大家都开心。有了姐夫的蒸馏，这个确实深入浅出，很棒啊！多谢老范的推荐。对，他那个蒸馏那期讲的挺好的，就是还是要把这个故事讲透啊，就是老师教学生那个故事，我觉得讲的非常好。如果 DeepSeek 利空英伟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不是就利多 AMD？跟 AMD 有关系啊，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大。如果你未来去做这种纯推理的机房的话，其实你都不一定去买 AMD，你完全可以使用一个叫 Groq 的这种，GROK GROQ GROQ，Groq 啊，应该可以用这种芯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定制芯片，其实都是可以的，未必会用 AMD。但是 AMD 说我们身段很软，你想定制我帮你去定制啊，它也可以。AI 芯片和 GPU 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嘛？是的，虽然它的底层原理有相近的地方，或者说是从同一个根基发展出来的，但是呢，发展到后来肯定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欧洲遍地红旗法案啊，这个红旗法案还是一个比较二的事情。岁月静好派啊，欧洲是有点这个，我时不时也会看一下恨国仇美的视频，对冲一下。对，我有的时候，特别是看到 Anthropic 的这个 CEO 出来去讲这个话，我其实挺意外的吧，或者他稍微让我有一些没太想到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人还是原来比较正的一个人。我涨粉也费劲，你这个历史博主咋涨粉也费劲啊？YouTube 推荐机制是影片内容符合观众群像，这样极端内容流量比较客观啊，就是比较大吧。其实确实极端流量是比较容易，极端内容是比较容易吸引用户的，而且信我者得永生。那大家就都去了啊！过年好，大吉大利啊！过年好。连开4天了啊，好勤奋。其实，我原来应该是每天上午要发一条的，现在等于就是每天上午那条就没了，啊，就晚上呢就跟大家聊聊天呗。OpenAI，我听了大量周杰伦做了是做了首歌啊，这是我的技术 DeepSteal 啊，然后我拿了大量 OpenAI 的歌做改进，供免费下载。呃，这是我的技术粉红，DeepSeal 的是免费的啊，他没有偷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啊，这些有些争议可以留在那儿，对吧？你比如说 OpenAI 用了周杰伦的歌，训练完了以后能够写周杰伦的歌了，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其实你不用说今天就一定要给他做一个0到1这种或者0或1的这种判定出来，就放那放着呗，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吗？可能过一段时间这就不是事儿了。如果每件事情都要搞清楚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得到一个日本那样的社会，对吧？就没有创新啊，大家都这个按部就班过自己的这个岁月静好就完事儿了。你就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这种灰色地带，这个才可以创新，才可以往前发展。决策和执行的高度分离啊，注定搞不定新东西。日本肯定不行，创新企业需要一起冲，而不是指点江山。当然，日本也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日本肯定是没戏的。用纯粹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要像
DeepSeek 上头去绑爱国这个东西啊，如果他绑了爱国这个事儿，可能就麻烦了。客观本身就不存在啊，也不可能存在。永远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啊，我们强调同理心，其实只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有机会被别人认同。但是我们也首先要去对别人有同理心嘛。OpenAI 是大数据后结构化，OpenSeek 是先结构化后添加数据两个方向啊，这个没有那么大差别，差别没那么大。又看到天下为公了啊，繁体字的挺溜啊，这个是这种应该是不知道是哪个大陆反贼啊。这个 US 什么这个英文的我们就不说它了啊，这个看不懂。这个啊，说是美国什么，如果 DeepSeek 得到英伟达芯片从什么新加坡，但我今天好像看到一个说，有人怀疑是他们从越南的一个公司订的这个芯片啊，这就反正传呗。能不能说说 CUDA 的优势到底是哪儿？尤其是推理阶段用 GPU 对比 Ask 是否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优势了？这个可能你要等我再学习学习啊，因为这个或者我要怎么想象如何去讲好这个故事，这个太抽象了这部分。当初资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DS 啊？我记得当初那个什么王慧文、王小川、李开复、杨之琳这些人啊，是这样。其实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原来是投资人，就是对于我们不懂的行业啊，就是特别像大模型这个东西，虽然我是程序员出身的投资人，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懂，对吧？这个不懂怎么办呢？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我去找谷歌的前员工，我去找美塔的全员工，我去找训练过大模型的人，我去找这个清华、北大，然后这个斯坦福啊，或者是哈佛、UC Berkeley 的人出来干活，对吧？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事情，而对于这个 DeepSeek 这帮人来说呢，浙大呢，其实在 AI 领域里头一直是独树一帜的，但是他们主要是在图形图像领域里头。就是浙大有一个叫 CGCAD 实验室的地方，就是全世界的这种图形图像相关的底层算法，大部分都是那儿做的，对吧？包括很多这个原来说在这个三星手机、诺基亚手机这个图像优化什么，都是浙大人出来做的，而且都是一个实验室出来的人。很多显卡公司的人也都是那儿出来的，对吧？就是如果这个梁说我是那儿出来的，然后现在在做图形图像的，可能资本就冲上去给钱了。但是呢，他应该也是学了一个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一个专业吧，然后出来去做量化去了，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这个资本肯定第一圈是选不中他，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油管造谣抹黑好赚钱吗？油管甭管你干什么啊，这都挺好赚钱的，而且造谣抹黑可能更容易来流量啊。据说 DS 把 CUDA 跳过了一部分，直接用了底层优化了 H800。这块的话前面讲了啊，这个你可能需要从头刷一刷。直播会上瘾吗？不会啊，直播还是挺累的。我准备休息几天呢。油管上好多胡说八道的，全部中国人为什么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只看中国的，那英文是讲英文胡说八道的，你压根就没看，因为你看不懂英文。直播好几天了啊，是的，别论证了，免得给老范惹麻烦啊。没事儿，这种我还是能怼回去的。前2天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不在本地部署大模型，花钱部署在云端，推荐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平台，谢谢。其实 DeepSeek 自己的平台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我是在付费课程里头推荐过一些，那我就不在这儿推荐了，对吧？其他的我觉得你自己在网上找吧。美国现在发疯了啊，要抢 TT 50%股份啊！讲这种话的人都是脑子里头有坑的啊。就是字节跳动本来就有50%以上的股份是在美国人手里头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压根就不会发生任何交易。我前面的课程你听了没有？你想造谣抹黑赚钱，先润了再说。对，也不一定，有好多在国内造谣的，这个多去了。怎么又发了一遍？十分容易，特别是把造谣包装成玄幻故事啊！这个你讲的是这个老高与小莫嘛？其实我还可以吧，投资人也是追涨杀跌，是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又突然直播了，想死我了！不用想，这个经常的事儿。梁文峰是做量化基金收割 A 股韭菜发的家，A 股韭菜真正收割的人是国资啊，是这帮做假账的人，对吧？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然，中国政府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官府都是如此。这个州官放完火以后呢，然后发现民不聊生了，来杀几个这个囤积居奇的商户吧，然后青天大老爷你好牛逼，对吧？就是变成这样。然后呢，他还会不断的引导民众说：“哎，你们过得不好啊，不是因为老爷我贪了钱了，而是因为这些商户囤积居奇，让你的粮食变得很贵。”最搞笑，之前推了好几个英文胡说八道的讲白人养生的，看了牙疼啊！这个我是从来不看，因为英文不够好。现在是被爱国了啊，这就不管他了。要提前充了老范的会员，逃顶成功啊！这波 AI 股票雪崩可以至少少亏个300万啊！这下更没钱充会员了啊！那你看充会员挣了钱的人也没给我充会员，对吧？咱们从来不做任何的这个投资和这个投资意见和建议啊，挣了钱是你们自己的，亏了钱也别找我，对吧？你愿意给我充会员，那我很开心；不愿意充也不用找借口。又赶上一波啊！过年好，过年好啊！祝阖家幸福啊！也祝你阖家幸福，身体健康。这个他说的是文昭啊，那个不知道，没听过。924之后啊，大额资金离场就没停过，是这样的，大家就跑呗。谷歌的 TPU 啊，Tensor Processing Unity 也是专门用于加速机器学习的，这是这样的。好像都没什么声音了啊，这种东西不需要有声音，因为除了谷歌，其他别人也不用啊。当然，你现在如果使用谷歌的 Pixel 的那个手机的话，它里头用的是 TPU，就这个别人基本上不会买，就跟现在华为麒麟芯片有第二家买的吗？没有啊，都是华为自己造的手机就算了，对吧？它需要声音吗？它不需要。以前油管还是教重大，还有教重大麻的，教麻的都有。是的，你像还有在 OnlyFans 上教数学的呢，油管算什么呀？等英伟达涨了赚了钱了，给老范充会员啊，我给你记着呢啊。2AP 什么东西？观点为嘛总是带立场？要是内行还好，又没有逻辑，又没有认知啊，在说啥呢？哎，反正我就是个外行啊。这个没有人的观点是不带没有人的观点是不带立场的啊。DeepSeek 这一套方法论应该到不了方法论这块啊。这个而且我估计 Google TPU 应该适配这个东西并不难啊，肯定是能够适配上去的。这套方法论出来以后，谷歌肯定也会大力的再去改进他们的算法。这个大家都是就是有一个新的方法，大家一起来玩起来啊，一定是这样的。好啊，又跑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也差不太多了，因为我明天还要开一上午的车，要早点睡觉。煤炭还要继续扩大投入，对，一定是继续扩大。大家现在都在抢第一嘛。又直播了，真是劳模啊！这个明天一定休息，我保证。这个明天我就溜回帝都的家里去了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过年愉快，然后好好吃好喝好玩好，对吧？去看哪吒2，一定要去看哪吒2。如果没看过1的话，建议先看完1再去看哪吒2啊。这个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不是按这个，是按这个。周日啊，周日还有中药盒。